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 PK 赵丽颖同演乔妍，为何口碑像云泥之别？都说娱乐圈是个大染缸，可没想到，光是乔妍这俩字，就能把观众一次次折腾得头皮发麻。刚看完赵丽颖当年的《乔妍的心事》，还没缓过神呢，赵露思的新剧《许我耀眼》又猝不及防的上架，还是用的同一份小说底板。这就像刚熬夜通宵玩完一个复古手游，转头发现隔壁又出增强版，主角名一毛一样，但故事翻天覆地。更绝的是，热度榜刷刷蹿，第一天热度就干到27000加，没啥宣传，简直比爱豆塌房还要轰动。话说回来，这年头内核自救，大女主崛起都快烂大街了，咋这回赵露思这个版本一夜之间让网友直呼服了？咱们今天可的巴拉巴拉，这到底是赵露思灵魂附体，还是这 IP 真能一机多吃？不着急，听我慢慢掰扯。咱先把话说在明面上，许我耀眼和乔妍的心事这对堂姐妹，虽然披着一样的亲妈旗号，大乔、小乔，实际上一个南一个北，8辈子攀不上亲。从超生到不被喜欢，俩女主是老老实实共做一锅粥，后面的路子嘛，可就天南地北，各自打怪升级了。有人看完电影版还在惋惜赵丽颖怎么也拉胯了，可电视剧一出，网友换口风，赵露思怎么演了个乔妍都比前辈狠辣鲜活。到底是剧本魔改让角色开窍，还是演员真心懂得角色喝西北风的无奈？再有，大女主这个锅放谁头上都沉，现在还有人真能独挑大梁，敢说自己演入骨髓，这才是最大悬念。咱今天就杠一下，你觉得是换了演员就灵了，还是观众的共情点换方向了？事实一摊开，剧情天壤之别。电影版一上来就阴雨连绵，妥妥的压抑、焦虑加一锅乱炖。本来期待赵丽颖来一场女主逆袭，结果影厅里全是憋屈加窒息，等灯亮了还以为没看明白。偏偏网友也不客气，评分刷刷掉，口碑凉得透心。电影不就是卖情怀吗？可惜隔靴搔痒，姑娘全程在自我和解里迷路。某网友在豆瓣下狠手，可甭怪观众一片差评，赵丽颖那股子想努力诠释的劲儿，硬是没把角色的疤给掰开。反观赵露思，狗血剧情下活出了自家风骨，白切黑，事业脑，反转操作让人嘴角疯狂上扬。有人说她嘴上谎话连篇，手腕心机遍地，可偏偏底线守得死死的，不靠踩别人上位。最要命的，她一边啪啪打男主的脸，一边又不丢了人情味，更难得。这版女主离婚后重生，台词阳刚，气场疯狂拉满，连隔壁家的大姐都忍不住感叹一句：现在的姑娘精神头是真足。不怪网友沸腾了，全网刷屏，这才是看得懂原生家庭那点破事的狠角色。双引号。但热搜背后也不是光挑演员，更多的是观众终于等来了一个真正敢离开原生伤痛，活成自己的女主。有网友开玩笑，前一秒还在给角色点蜡，后一秒就想拉她进街坊群，姑娘叫我怎么清空烂人，足见爽感才是当前一等大事。别以为电视剧版就真成了完美代餐，表面一个好评如潮，细细一品，暗流依旧。老套桥段、夸张对话、扎堆卖惨，这套路都快被观众看腻了。有吐槽党发话，你说丫头敢爱敢恨吧，咋每次都绕回婚姻家庭那点破事？更有人看热闹不嫌事，大女主模板套谁都是玻璃心加狗血逆袭，换个演员就齐活了。双引号。这还不止，小说粉纷纷在线敲锣，咋剧情魔改成这样，原著内核都改成烂番茄了。再者，有人说赵露思能出圈是运气好、平台好，
播出时间好，要真让他去演那种一把泪一把鼻涕拉扯3集还没走出阴影的苦瓜剧情，怕是也悬。老观众摊手好看是好，可本味哪儿去了？明明是深度苦剧，愣给整成了升级打怪爽文。双引号，也网友们嘴碎得要命。赵丽颖演苦情被说演技诡异，赵露思一逆天改命又被批用力过猛。这剧走心走皮多挨刀，咋感觉也是命运折腾人？可千万别以为风头就这么转过去了，真正的转折杀在观众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以往我们津津乐道原生家庭如何折磨女人，总归是眼泪汪汪。但这回剧中许妍靠自身努力跳出父母控制圈，一边痛扁过往伤口，一边能拉着小姐妹们自救，彻底点燃了大火的破圈情节。更过瘾的是，这部剧不仅懂得怎样撕掉标签，还把东北大妞式的气场嘴碎讲义气对天对的用到了极致，一场场嘴炮比谈恋爱还刺激。网友就说啥深度剧情都是狠人自救日记，谁还看不起自己？大家突然发现，所谓成长与蜕变，比起苦大仇深的自怜，更像甩掉烂人，自己拍板的干脆利落。这也给国产女主成长叙事开了一扇窗。整天嚷嚷女性独立，不光是讲道理，更得脚踏实地，有血有肉。一场所谓魔改风暴后，才发现原来爽感不是坏事，观众也该享福。这波剧版抢镜，电影吃瘪，更像国产影视从卖惨向自救转型的拐点。无数被原生家庭绑票的姑娘突然看到一丝光亮，咱活着，救得痛快，管他哪板乔颜。双引号，连带着赵露思也借这个机会狠狠洗了把演技之耻。原来她不光会嘻哈接戏，这回真把角色玩明白了。这波反转，要我说，绝对是今儿个乔颜赢麻了。别以为风头一时就是永恒，剧版热度归热度，实际上问题一箩筐。魔改成爽剧没毛病，可你得给人一条真路子。一窝蜂自救故事，观众新鲜劲一过，还不得喊神丑疲劳。本以为终于等到女主披荆斩棘，结果后面还是逃不出敷衍、妥协、速成的通病。就像楼下大妈说的，电视里咋全是离婚后灵魂觉醒？现实哪那么多神仙走脱胎换骨的捷径？双引号。再者，你说女主自救是新潮，可最后落点还在一场场表面风光，骨子里老套的情感拉扯。观众一边看一边乐，下一秒又喊咋套路看完一遍又一遍。不少观众不买账，学人家美剧、日剧未必能移植到咱这儿，甭管咋改，终归绕不开家庭束缚、自我和解这点老黄历。双引号。各路影评人、原著党分歧更大，有人跳出来喷一嘴，现在的编剧就会顺着大女主流量操作，把女性成长拍成升级打怪，纯粹讨好市场罢了。啥情怀，啥深度，就会撒糖攒热度罢了。也有人拉偏架在批评剧情包装也没错，可好歹比烂成一锅粥的电影强。双引号。最典型的是，无论哪版乔颜，都能让网友炒成一锅粥，一边喊赵露思能吊打前辈，一边又不忘嘲讽没点心疼泪点都觉得缺点啥。本以为这剧就是自我救赎教科书，没想到反而成了网友线上互踩的情感竞技场。要是真像剧中喊得响亮的那句我只为自己活，但现实中大多数人还是热衷当个键盘乔颜。说实话，现在看这一波乔颜热，我是一边摇头一边嘴角上翘。说赵露思演技进阶吧，确实比以往多了那么点灵魂，但要论女主共情，是不是也还是自家那一套，换汤不换药？以前咱看苦情电影，脑子里一直转念啥时候女主能自己把控命运，现在你真给她安排条大路出来，网友又说太假、太爽、太浮夸。则我是越来越看不懂，
大女主的心思比老北京炸酱面还卷，咸淡全凭观众。再说这 IP 反复炖，电视剧和电影撸来撸去，最后导成了炒冷饭大赛。咋感觉编剧是真不怕观众眼熟，就是想看咱们吃瓜时候互相拉黑？要我假装夸一句，那还真的谢谢编剧的魔改和赵露思灵魂觉醒。假如没有这些出其不意，怕是乔妍都快成国产剧的姓氏通用女主了。下回咱要是再看到曲妍、小乔，建议直接整成武侠片的了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各位看官觉得这一出剧版爽感到底算不算真正的自我救档？你是更愿意苦哈哈跟着电影一块流泪，还是喜欢跟着电视剧合伙逆袭？要是魔改加热闹真的能代表女性独立，那原著情怀到底算个啥？会不会有一天，这类自我救赎都变成爽文流水线，再好的演员也卷不出头？你要说没共鸣吧，一夜热度27000不是白来的，可真让咱现实姑娘照搬剧情，谁还真能大胆和命运拍桌子？欢迎留言，咱们一起拽着乔妍踢馆子，看看谁说的是大实话。